这是一把威力巨大的琴，它能发射上千根细如发丝的银针，而且无限火力，威力堪比加特林。得到凤琴就能称霸武林，凡是被凤琴所伤都难以治愈。江湖上还有一把鱼藏剑，它小巧精致，却是十分锋利，能够砍断任何武器。它是唯一能够毁坏凤琴的武器。电影开始，连珠与桂武一起将凤琴送给红姑。飞虎寨有野心统帅武林，路上抢夺凤琴，桂武拿出凤琴，亲身发射出许多银针，敌人都被打倒。红姑吩咐过他们不要拿出凤琴，连珠把凤琴收回，继续赶路。两人在途中休息时，凤琴被飞虎寨的人盗走。这边飞虎寨的人得知必须用沈家庄七星石方可治愈。这边连珠和桂武来到客栈，他们打开琴盒，里面竟是石头。连珠与桂武相信敌人定会到沈家庄取解药，于是前往沈家庄查探。这边飞虎寨为了拿到解药，在庄上到处搜寻，见到沈家人就杀。沈书文出现，和他们打了起来。飞虎寨的人用风琴重伤沈书文，然后逼问他七星石究竟在什么地方。沈书文也是十分强硬，坚决不说。飞虎寨的人将他打晕，关在柴房。这时飞虎寨的媚儿出现，他打晕看门的人，要带他一起走。他看沈书文武艺高强，想要弃邪归正，和他一起走。这时飞虎寨的人出现，媚儿和他们打了起来，让沈书文先走。原来这一出美女救英雄是飞虎寨的人自导自演。这边侄女小玲发现了受伤的沈书文，小玲用鱼藏剑砍断手链，她让大兴背她回去疗伤。飞虎寨的人也紧跟其后，小玲手中的鱼藏剑引来飞虎寨的人垂涎，他们准备先去抢剑。这边小玲等人来到茶铺喝茶休息一下，他们高价买下马匹，老板跟他们一起回去拿钱。晚上小玲等人在林中休息，飞虎寨的人想要盗取鱼藏剑，老板发现他们用自制的剑划破他们的衣服，这把剑的剑鞘是一根细竹棍。很快飞虎寨的人就被吓跑了。第二天他们来到客栈休息，飞虎寨的人潜入客栈，将蜡烛熄灭，偷走鱼藏剑。这一幕被马夫看到了，他出来截住飞虎寨的人，想要夺走他们的剑，于是和他们打了起来。他拦住拿剑的人，成功拿到剑，没想到剑是假的，而真的鱼藏剑还在小玲手中。这边七星石其实在秦家庄，沈书文把它当作聘礼给了秦家庄的人保管。这边小玲等人也来到秦家，飞虎寨的人也紧随其后。红姑让人拿七星石为沈书文疗伤，红姑说运功疗伤时不能被人打扰。只见红姑拿着七星石把银针从体内吸出来。这时飞虎寨的人杀了过来，小玲拿着鱼肠剑和他们打了起来。鱼肠剑小巧玲珑，却锋利无比，一下将敌人的刀砍断，令人不敢轻易近身。这时媚儿来到红姑这边，正要刺向红姑时，连珠和桂武赶到，小玲也精疲力尽，抵挡不住攻击。桂武出去帮助小玲，坏人想要扔暗器，没有打中连珠，却被连珠的暗器重伤。飞虎寨的人开始撤退，桂武向红姑请罪，自己不小心把凤琴弄丢了。小玲和沈书文去请甘大爷出关，帮忙对付飞虎寨。他们再次来到客栈休息。这时马夫出现了，他从窗户进入小玲的房间，钻入床底盗走鱼肠剑，然后偷偷从窗户溜出去。一声雷电惊醒了小玲，他发现鱼肠剑被盗，小玲立即追了过去。在途中发现被捆住的店家，得知马夫的去向后，一路追着马夫来到了瘟神庙。这里飞虎寨等人在避雨，马夫也来到这里，他跳上房顶，偷听到红莲派的人杀了杜庄的人。马夫跳下去和他打了起来，这时一个人拿出火弓射向马夫，他的后背立即起火，马夫趁机跑了出去。这边连珠和桂武两人决定去飞虎寨一起去夺回凤琴。这边小玲跟着马夫来到了飞虎寨，马夫本想偷偷潜入，但是小玲用石头暴露他的位置，引人来追杀马夫。这边飞虎寨的寨主押上几个和飞虎寨作对的人，寨主拿出凤琴，发出银针暗器，几人瞬间被打成筛子。这时小玲扔出石头，飞虎寨的人立即跑了出来，马夫又被飞虎寨的人看见，和他们打了起来。马夫很快解决他们，小玲让马夫把鱼肠剑还给他。马夫问他是不是甘家人，小玲不告诉他，拿剑冲向他，小玲的剑一下就被砍断了，他立刻跑掉了。这边连珠和桂武来到飞虎山，飞虎寨的人将他们包围起来。两人联手将敌人全部杀死。这边马夫追上小玲，告诉他我是你舅舅。小玲不信，还说我是你姑姑。
这时连珠和桂武赶来，认出马夫是杜家人，的确是小玲的舅舅。舅舅把鱼肠剑还给了小玲，他盗剑是为了引出小玲，看他是不是甘家人。这边沈书文和大兴也来到了飞虎山，飞虎寨中，寨主得了凤琴，开始膨胀嚣张了起来，他要方圆500里的黑白两道都要听他的吩咐，还让以后所有人的生意都要分他5成。众人拍桌而起，这是人说的话？寨主还扬言要和官府作对，周围人小声议论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寨主说，飞虎寨地处边界，山高皇帝远，造反也无所谓。这时正义的李镖头站了出来，我们不奉陪，就先走了。寨主喊住他们，既然来了，看完琴再走。说着拿出了凤琴，凤琴发射暗器，将李镖头等人全部杀害。众人见状都不敢再说话。这时小玲等人出现，他们看到凤琴就冲上去和他们打了起来。寨主发动内功，击中桂武身后的石头，他不断闪躲。这边几人和寨主对峙，寨主拿着凤琴威胁他们。这时红姑突然出现，旋转手中的剑挡住了凤琴的攻击。旁边的人说，红姑果然高深莫测，这么频繁的招数使得出神入化。连珠这时趁机扔出飞龙镖，刺中了寨主。这时红姑拿鱼肠剑一击将凤琴砍坏，两拨人顿时陷入混战。这边大兴陷入圈套，被人围攻，不仅中了暗器，还被剑给刺中。小玲赶过来帮助大兴，敌人偷袭小玲，大兴替他挡住，然后扔出刀刺中了敌人，最后重伤倒地。这边连珠和媚儿1对1决斗，两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拼命对峙，最终还是连珠力气大，刺死了媚儿。这边舅舅和红莲派的仇人对决，敌人武器是一把权杖。舅舅无法近身，被击中腹部，他蹲下用剑杀了敌人。这边沈书文的对手拿着3节棍不断挥舞，沈书文趁机踩住3节棍，将对手一剑刺死。他和寨主对上，一个地上翻滚，秒杀寨主。这时红姑让众人放下武器，就可以饶他们一命。众人纷纷放下武器逃走了。桂武为自己弄丢凤琴而自责，而红姑留下几行字就消失不见了。秦剑恩仇是1967年上映的香港电影，由邵氏电影出品，徐增宏导演。影片是继《江湖奇侠》《鸳鸯剑侠》2大卖座巨制的第3部。这部续集的剧情与武打场面虽然现在看着很搞笑，缺乏逻辑，但在当时算得上同时代电影的精品。影片汇聚众多明星，亚洲影后凌波也客串主演红姑一角，还有武侠巨星秦平、罗烈、天才童星冯宝宝、专业配角吴马，还有何丽丽、月华、彭彭等多位明星，可谓是群英荟萃。那么大家还知道哪些著名武侠演员呢？欢迎大家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武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哟。阿斗说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